这是150年仅有一次的极度嚣张。当粉球应声入袋，所有球员梦寐以求的147已经近在眼前，但火箭居然直接跑去和对手握手，别人一辈子求而不得的最高荣誉，他却一不开心就不要了。这是2010年世界公开赛，也是史上吹牛逼的最高境界。面对满桌杂乱的红球，火箭只不过才刚打完一红一黑，他就立马让裁判去询问主办方满分干奖金多少。这一下直接给老杨整不会。年轻人嚣张一点可以理解，但是狂成这样也实属历史罕见。最懵逼的还是座位上的马克金，眉毛底下挂俩蛋，光会眨眼不会看。大兄弟，你替我光头就算了，还要提前预定147，我谢谢你把我留在历史成为永恒的背景板。看到老杨这尴尬又迷茫的表情，暂停比赛的火箭早就猜到了答案。其实火老师本来就是明知故问，因为这正好是世台联取消147奖金的第1年。虽然他还想尽力争取一下，不过冰冷的现实逼着他用实际行动做出了最大的抗议。147作为斯诺克皇冠上的明珠，从这个运动诞生近150年以来，一共仅出现过200几杆。因为在连续的36次击球中，谁也不知道意外什么时候会来。除了极致的控球，还必须拥有强大的纠错能力，而且全程都需要一颗大心脏的加持，所以很多职业球员终身都没有打出过一杆。但是火箭却在只拿8分的前提下，就已经提前预定了未来。听上去满嘴跑火车的天方夜谭，火箭估计压根都没有想过啪啪打脸的后果。但这就是吹牛逼的最高境界，因为就是爷们可以随时说到做到。打到现在的球型，相信也有几位顶尖球员可以完成满分杆，但是敢在比赛开始就夸下海口，从古至今也就唯有火箭一人而已。真漂亮，一杆神来之笔就让局面完全开了。现在红球基本都可以单下，接下来就是细腻的小半台围球盛宴。提前来处理相互牵制的红球，这也是火箭王者一般的霸气。因为在职业比赛中，大家为了更好的规避风险，都是优先处理简单的球型，这样不仅可以确保自己多拿分数，而且即便难度球失误，也不会给对手太好的机会。但是火箭偏偏就是先难后易，因为在他眼里只有清台一件事情，至于赢下比赛，只不过是他享受整个过程中的顺带之事。换上左手也丝毫不会违和。看火箭打球总觉得斯诺克非常容易，但只有自己真正上手，才知道根本不是那么回事。行云流水的击球，桀骜不驯的性格，独一无二的气质，还有无人能敌的天赋。这个台球为他而生的美，也把斯诺克变成了真正的艺术。65. I'm not quite sure, John, but I think Stephen Hendry's made 9 maximum breaks as well, so that's something to go at to try and overtake the great Stephen Hendry's record. Yeah, as I say, we've got a visit to Scotland is going to be short-lived. 打进红球完成超分，座位上的马克金做的笔直，他做梦都没有想到自己的发型跟今天的比分简直就是绝配。We could say Ronnie's doing this maximum for free. That's quite amazing, isn't it? After seeing what happened in the previous frame, and now we're watching. 叫了一个红球的中带小面，但是力度好像稍大。不过火箭作为中带老王子，本来就在一次次刷新球迷对中带的认知。真的太丝滑了，不仅中带稳稳打进，而且这个反赛叫为黑球，更是简单的就像日常吃菜。Well, if you look around the crowd, there's smiles everywhere. They just love watching this fella perform on the snooker table. 96. Once again, he's got a tough red. 好球，近距离长台也是手到擒来。不过现在黑球角度向上，想要链接最后的2颗红球，就必须母球长跑大绕台。It's all about pace. He's got the line as he got the pace. He's got the line as he got the pace. 这就是火箭，母球简直比儿子还要听话。3库大绕台照样做到厘米级精确，能把每一次的纠错调整都变成他天秀的个人表演。这个男人真的让人不服不行。If he does, he's going to do it in Stephen's home patch here in Scotland. $130. Maybe it's level ground if he gets it. 最后的清彩环节，
牌面的球形已经没有任何难度。就在所有人都翘首以盼，庆幸可以亲眼见证147的时刻，这就代表火箭刚刚吹的牛逼已经分毫不差的变成了现实。And he's smiling and joking with Jan Verhaas, the referee. 125. Well, what can you say about this man? I mean, as we say, in the last frame, it looked as though he wasn't really bothered. 129. King has Mr. Red, and this has just been sensational. Sensational. 134. Come on, Ronnie. 粉球入袋，黑球留出漂亮的手摆位，但这个老顽童却径直奔向老父亲，握手结束就要潇洒离开。好在老杨的情商确实厉害，一句为了所有球迷，火箭用最后酣畅淋漓的爆弹，不仅给了球迷快感，也同时向世台联表达了不满。昨晚的火箭彻底杀疯了，不仅长台拼得够凶，最重要的是够准。此时粉黑已经彻底锁死，这样的连攻带守。还能第一时间复位篮球，真的是谁来了都没用。长台继续，太变态了，这准度真的让人感动。如果这杆没能拼进，是要冒很大风险。这是昨天最新的比赛，2024伦敦大师赛。火箭上个月说他要拿第8套大满贯，看来他不是说说而已。我们来算一下这局究竟有几杆极限长台。细腻的丝灯，这杆粉球复位以后，左右两侧的通道也很开放。中高杆推一酷叫白球正上方这颗，这是火箭和丁俊晖在大师赛第6次交手，前5次火箭全胜。丁俊晖在英锦赛和世锦赛都赢过火箭，唯独在大师赛未有一胜。13. 太丝滑了，这一杆 K 球局面完全改变。火箭这49岁的状态，真的让人太羡慕了。这杆出现了意外，篮球角度向上，母球需要一个大绕台，考验控球功夫了。中招了，没能避开绿球，最左侧的红球还有下，但是跟上一杆情况一样，没有打带跑的线路。太疯狂了，压根就没有想过要跑，连续2颗风险挺大的红球，基本都没有任何人。这种打出自信的状态，真的是佛挡杀佛。天哪，母球大绕台也是手摆，这第8个大师赛冠军，看来是志在必得，谁也挡不住这样的火箭。难题还没有结束，选择篮球的话，就需要一个强烈的低杆；如果选择粉球，角度向上又要大绕台，关键是红球还都贴库，难度实在太大了。强烈的低杆左塞，这次是被黄球截停，换左手也要强拼吗30. 红球落点让丁俊晖很尴尬呀，想要保进就不能发力，但是这样又叫不到彩球。太刺激了，2个人就是对轰到底，进攻欲望都极其强烈，但是今天丁俊晖手感确实状态不好。老天爷啊，只要路头就有。兄弟们，有人算一下火箭现在几杆长台？中低杆发力的四灯，又是一个手摆位，火箭今晚太吓人。现在红球角度比较小，所以这杆发力要给足油门。好球，篮球打个顶带，做黄球就很方便了。
10. 12. 真不是丁俊晖打得不好，碰上这样的火箭，任何人都只能干瞪眼。兄弟们，期待火老师第8套大满贯吗？ 24. 火箭这次彻底疯狂了，不仅红球需要精准命中，如果不能 K 活黑球，那他就等于自杀。落后43，台面最高仅有43，敢在世锦赛半决赛如此不计后果，也就火老师干得出。我去，好啊，有干头。黑球难度极高，因为粉球的干扰，人会下意识避开障碍，很容易打偏，而且还必须衔接到上半区的红球。厚了一点，好，力量挺行。 太疯狂了！现场观众都恨不得把房顶掀翻，每杆拿出来单论都足以封神。火老师这还是连续上演，谁能知道他的极限到底在哪儿？但是难题并没有结束，长架杆的情况下，母球还要绕台下来叫黑，这9981难，啥时候是个头？加长杆，加长架杆，看看还是下更低的杆啊，加了左塞，要绕黄球的左侧。 哇，好线路啊！好线路啊！有机会咱们看到争黑球了，真的是不服不行。连续3杆超神表现，火老师好像还不满意，因为黑球略微有一点直，这杆黑教皇还能顺利到位吗？发力的四蹬，想要强行扩大分离角，但是很倒霉的碰到了粉球。万幸的是黄球还有下球点。47岁的火箭要接受来自长台准度的考验。长台的准度啊，需要用一个。 第一杆右塞2护绕绿球，哇塞，太精彩了，真的是大心脏啊！这种关键时刻，杆杆都到位。这就是火箭，没有机会创造机会，出现意外强行纠错。休息区的老张已经做好了抢黑的准备。哎呀，希金斯有点替他惋惜啊。 虽然说争黑的还没有结果，但是刚才面对一个黑球的超分黑球啊，没有打进。这一盘争黑，没记错的话，应该是世锦赛正赛到目前为止第一次争黑球。对，在双方分数打平之后啊，要来重新的争黑球。黄老师上手那颗球真精彩啊！低杆右塞。 2护滑过来，太离谱了！如此苛刻的条件下，他真的做到了。2个人都来上一口生命之源，残酷的争黑大战，可容不得半点失误。啊，这次喝了一杯凉的啊，也是平静一下。火箭猜对了硬币，选择让希金斯开球。 看来要做一个分边，力量控制好。经典的黑白两边分，优点是相对安全，缺点是会留下翻带的机会。但这也是一把双刃剑，如果对手选择翻带，也有漏球的可能。不同风格的球员在这里的选择是截然不同的。哦，奥沙利文也翻带了。 火箭选择了宁薄勿厚，这样能确保黑球停在上半区。但是这一杆效果很差，黑球留下了一个大角度底带。希金斯应该会选择打带防的线路，只要控制好母球沉底，那火箭应该也飞不起来。哦，做防守了。看看啊，准度。哎呀，太可惜了，就差了一点点。看看母球落点如何。来球弹起来了，完了输中带了，完了输中带了。 老张头这是彻底被压制住了，连最擅长的控球都偏差这么大，希金斯都要气哭了。这个中带交给火箭，那就等于白送。哎呀，真替希金斯着急。有了，好的，那么2位老伙计赶紧碰一下拳，有他们的比赛就注定精彩。